是难产死了吗？怎么会回到出嫁这一天？沈二小姐好才情。看清楚，我是令仪。沈二小姐年纪小不懂事，摔碎玉佩的是姐姐。若不能入徐府，我宁可今日死在这儿。徐少爷，二娘子难产，快让大夫进来吧。令山也在生产，大夫必须先守着令山。下一世只求沈令仪别缠着我和令山，我也不必费尽心思装脸盲了。夫人，二小姐不好了，许公子的迎亲轿子把大小姐接走了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换我嫁吧。你能想明白最好。摄政王虽说脾气差了点儿，可胜在高官厚禄，你嫁过去绝不吃亏。前世母亲也是这般，他们舍不得沈令商，便默认许燕青娶错人，却甘愿把我推进摄政王那阎罗殿般的鬼门关。你也别怪沈令商，是燕青这孩子脸盲症又犯了，接错了也正常。反倒是你得了这样好的亲事，也该念着你姐姐的好，念着沈令商的好。若非我重活一世，险些又被你们骗了。摄政王暴虐，你身子若万万嫁不得，只是生命难违，我只好装作脸盲迎娶你，绝不会叫你落入虎口。可令仪怎么办？她不会真的嫁给摄政王吧？令仪性子倔，若知嫁错，定会宁死不从。更何况有岳母坐镇，乱不了。等婚事作罢，我再纳她为妾就是了。你心细于你，想必也不会在意名分。母亲既知亲事诸错，为何送亲时不说，现下才发作？你什么意思？和摄政王这桩亲事可是陛下赐婚，你若敢闹，就是将沈令商、许燕青还有整个沈家置于死地。前世我以死相逼，逼退婚事，却被推出来背锅惨挨30大胆，不仅名声尽毁，最后更被一顶素白小轿侧门抬进徐府做妾。母亲说笑了，女儿愿嫁。吉时已到，新人拜别双亲。前世是萧环求情，我才免去死罪，只挨了板子。如今靠在萧环怀中，我绝不再委曲求全，更不要过那日日被认错的憋屈日子。起轿，恭贺摄政王，恭贺王妃。这嫁衣款式陈旧，是沈令商挑剩下的，可这却是我主动穿上的，只为了许燕青别再认我。沈令商不喜欢青绿色，我便全换成青绿色衣料。沈令商不喜欢素简饰品，我的玉镯簪子便全换成最不起眼的。令商，这是我亲手编的同心结，还有沉香的聘礼，全送给你。即便我活成沈令商的反面，许燕青还是分不清。同心结送给了沈令商，沉香的聘礼也抬到了沈令商的兰香院。大婚前我千叮咛万嘱咐，许燕青依旧娶错了人。我明明穿着沈令商不喜欢的嫁衣，你怎么还是认错了人？对不起，令仪，我太紧张了，一时忘记了。还好你在我身边，若是你真的嫁给摄政王，我要恨自己一辈子。时至今日我才明白，原来深情也是可以装出来的。令一，事已成定局，嫁过去后你可千万别任性，也好免受皮肉之苦。他哪是关心我，他只是怕我惹怒摄政王，牵连沈令商和沈家。母亲放心，只是换嫁之事，我劝您和父亲还是提早想好对策吧，否则即便我不闹，也难保萧环不会怪罪。出嫁没有回头路，坚持一下，前面有个亭子避雨。好。曾经，许燕青也把我捧在手心，可谁能想到，这竟是他借着脸盲，把我的一切抢走，送给沈令商的遮羞布。令仪，别怪我，装脸盲太痛苦了，希望下一世你别再缠着我和令商。这一世，我绝不重蹈覆辙。
臣参见摄政王、王妃。许郎，这不会真是妹妹吧？不可能，她说过非我不嫁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也是，妹妹一向心思活络，要是知道弄错了，估计得闹得天翻地覆。这定是妹妹找了身形相似的下人顶替的。妹妹真是不懂事，怎可让人替嫁？若是被发现，原本该嫁过去的我可如何是好？许郎，我会不会死啊？我好害怕。别怕，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。若他真敢用下作手段构陷你，我绝不宽恕。他连做妾都不配。可若东窗事发，妹妹只是不能嫁给你，我怕是少不了要被陛下责罚。万一把我抓回摄政王府，每日面对那活阎王，我岂不是要生不如死？他敢！倘若他真敢如此，也别怪我们狠心，到时就把事情都推到他头上，他不认也得认。况且我脸盲是人尽皆知的事，陛下想必不会为难你。人前风度翩翩的许燕青，原来背后是这般狠毒。前世我落得那般下场，果然少不了他在背后的推波助澜。王爷，今日新娘是姐妹二人，臣听闻若新娘互换吉物，可取吉祥之意。王妃的镯子刻着长生花，寓意极好，内置愿用美玉交换，不知王妃是否愿意割爱？本王王妃的东西你也敢惦记，找死！臣不敢，臣只是想给夫人讨个吉祥。镯子是许燕青亲手所刻，寓意长生。这几年我几乎日日佩戴，从没给过旁人，现在也该还给他了。看来他真不是令仪，令仪绝不会将镯子送人。许郎，你疯了不成？这是摄政王，咱们可惹不起。医生，方才我瞧见了，该头下好像是令仪。妹妹既然找了替身，肯定样貌也会相似的。况且她一心想嫁给你，怎么会另嫁呢？许郎，我好难受。你没事吧？我们快回去。令商，你白日里受了风寒，今晚就好好歇息吧。去准备一下正妻闺阁的喜轿，另外多备些聘礼。明日一早，我迎令仪过门。让他等久，又该闹了。可若大婚第二日便纳妾，怕是不合规矩。夫人怕是……让你去你就去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多叫些人跟着。做妾已经委屈了他，接亲必须给足他脸面。快去通传，我来迎你家二小姐做妾齿了。二小姐，她昨日已经上了摄政王的花轿了。什么？这是你们二小姐让你说的吧？去告诉她，昨日的事是我不对，我来亲自向她赔罪。昨日吉时一到，二小姐可是亲口应承了摄政王府的亲事，顺顺当当抬进了王府。如今王府的喜舍都响彻了半条街，二小姐已经是名正言顺的摄政王妃了，休要在此胡言乱语。昨日平听碧语，本官看得清清楚楚，摄政王的喜轿里坐着的女子身形根本不对，分明是令仪找来顶包的替身婢。令仪性子向来倔强，不过是气我昨日大婚忙乱中接错了人，这才故意与我置气罢了。去告诉他，我今日不仅准备了正妻规格的8台喜轿，还有这双倍的聘礼，连陛下赏赐给徐府的那颗御赐东珠我都一并带来。这天大的脸面，足够消他的气。这许公子昨日刚把沈家大小姐风风光光娶进门，怎么大清早又拉着喜轿来沈府要人？可不是嘛！听说昨日娶错了大姑娘，今日又大张旗鼓来迎二姑娘做妾，这奇人之福想得到没？真当沈家的姑娘是街上的白菜，由着许燕青随意挑拣。正妻规格又如何？进了徐府还不是妾？这哪里是给沈二姑娘体面，分明是拿红轿和聘礼遮羞。许燕青，你是不打算顾及沈许两家的脸上了，想让全京城的人看笑话才甘心吗？岳母，小婿是按着昨日的约定来迎令仪过门做妾的，只要令仪随我回去，
我向您发誓，绝不委屈令仪番号。许燕青，你先给我进来！岳母，令仪究竟在哪里？快叫令仪出来见我。喜轿和聘礼都在门外候着呢，只要令仪点头，我即刻带令仪回府。燕青，你既然已经风风光光把珊儿娶进了门，就该收收心，回徐府与珊儿好生过日子。令仪的事，你趁早断了这个念头。岳母，昨日出嫁前我们不是早就商量妥当了吗？摄政王行事暴虐，令商身子那么弱，万万嫁不得。我假装脸盲症发作迎娶令商，不过是为了保令商不落入虎口。等着大婚的风头一过，我们随便找个由头把御赐婚事推脱干净，我再纳令仪进门。令仪向来对我死心塌地，她性子最是温顺，绝不会强求正妻的名分。放肆！这可是欺君大罪，沈家、许家谁都担不起。你想叫整个沈家跟着你一起万劫不复吗？绝不会走漏风声。岳母，昨日令仪不是找了替身顶替她出嫁吗？只需将那替身丫鬟收作义女，名义上全了摄政王府的颜面，这罪名便落不到我们头上。你疯了！圣旨虽只写沈氏女，并未点名珊儿，可昨日沈府送嫁文书、王府婚仪、宾客见证都已成定局。你现在再造一个义女出来，才是真正欺瞒朝廷。令仪若心里还有你，又怎会将手镯还你，替他姐姐去跳那摄政王府的深渊？你昨日看见的，就是令仪。二小姐呢？你们把二小姐藏到哪间偏院去了？大姑爷，二小姐昨日吉时一到，已经抬走了。奴婢们正奉大夫人的吩咐，清理这空出来的屋子。二小姐真不在府里了。暗色的，全是粗缎的。二小姐上轿前交代过，说这屋里的旧衣裳、旧陈饰都是大小姐挑剩下不要的，她一件也不带走，能用的留给下人，不能用的便全烧了。这是3年前我随手在街边买给她的，她竟然留到今日。二小姐平日里就守着这些旧物件，从不跟大小姐争。她原来一直在等我认出的。燕青，事已至此，你在这空屋子里发疯又有何用？岳母，你早就知道对不对？你早就知道令仪穿这些暗色粗衣，戴这些寒酸首饰，都是为了能让我把她和令商分清楚。那又如何？你自己扪心自问，打小你与令仪定下婚约，可你心里何时真正有过令仪？你每次登门送的樱桃尖、同心结，哪一样不是顺手塞给了商儿？你装了这么多年的脸盲，借着认错人的由头，把好东西全捧到珊儿面前，你连你自己都骗过去。如今你如愿以偿娶了珊儿为正妻，又何必跑来令仪的空屋里装这副深情模样？燕青，你如今后悔，到底是因为终于看见了令仪，还是因为她成了摄政王妃？我以为令仪永远会留在沈府等我，可摄政王萧寒是朝野皆知的活阎王，杀伐果断，手段狠辣。令仪性子那般刚烈，进了王府那种龙潭虎穴，令仪怎么受得了啊？受不了？那要是换成珊儿嫁过去，以珊儿那娇弱多病的身子骨，就能受得了了？圣旨赐婚，沈家必须出一个女儿，牺牲令仪一个，既保全了沈家的100年声誉，又成全了你和珊儿的姻缘，怎么算都不亏。在你眼里，她到底算什么？王妃醒啦！王妃起榻梳洗。小桃，怎么换了这么多人伺候？在沈府时不过就你一人。王妃有所不知，这是王爷今早临上前特意吩咐管家的。王爷说了，谁也不许进屋吵醒王妃睡觉。姐姐们在外头候了足足1个时辰呢。王府这规矩，摆明了是王爷疼惜你。许燕青那小子装了这么多年脸盲，哄得住别人，可哄不住本王。沈府送嫁文书上写的是沈令仪，本王挑开盖头前便知道轿中人是你。你既然早就看穿许燕青是在偏袒你姐姐，如今换了本王的花轿，你可曾后悔？小姐，
你如今是王妃了。回王爷，妾身从未后悔。沈家虽有欺瞒之嫌，但妾身既已入王府，便一心只做王爷的王妃。沈家倒是会察言观色。沈家知道本王素来不喜沈令商那种弱不禁风、动辄啼哭的做派，便顺水推舟把你给送了过来。怎么，白日里在凉亭借本王的名头立威，吓退许燕青时胆子大得很，现在到了本王面前，倒规矩起来了？王爷英明，昨日借王爷威仪实属无奈，但今日这桩婚事，妾身十分满意。当初圣旨赐的是沈氏女，并未点名沈令堂。沈家昨日送嫁文书上写的是你的名字，王府婚册上也只会写你的名字。王爷不怪妾身。怪你什么？怪你没有继续留在沈府，等着被抬去做妾。张氏，将沈府送嫁文书、王府婚册、今日婚仪记录一并整理妥当。今夜先呈入宫中请示，明日再送礼部婚册司备案。本王要他名正言顺地入王府，不许旁人以后拿换嫁二字压他。是，入了王府，便是本王的王妃。夫人，姑爷还在书房，还在喝。哎呀，已经喝了3坛了。许安送进去的醒酒茶也被姑爷砸了出来。他只是累了。夫人，新婚夜姑爷没进房，今日又闷在书房，府里下人已经开始议论了。若头几天就让人看清了，往后这徐府中，夫人还怎么拿得稳？拿披风来，我亲自去接他。公子，你慢些。许郎，你喝了这么多酒，许郎，连我扶你，你都要躲吗？昨日新婚夜，你不肯进房，今日回来，你怀里还攥着妹的旧物，你是在怪我，还是在担心妹妹在摄政王府过得不好？许郎，你还留着妹妹的东西做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带了董卓，你回来了。令尹，是你吗？你没走，对不对？徐燕青，看清楚，我是沈令商，我是你明媒正娶，八抬大轿抬进徐府的妻子。把镯子还我，这是令尹的。你现在装什么深情？当初是谁说摄政王暴虐，拼了命也会护我周全？又是谁说令仪心系于你，等婚事作罢，纳她为妾，她也不会在意名分？现在她真的嫁进摄政王府，你倒在这里借酒浇愁，冲起情圣来。别说了，是我对不起她。你对不起她，那你就对得起我吗？你不是说娶到我便够了吗？王爷下朝了。本王这摄政王府是缺了你吃穿，还是短了你花销？堂堂摄政王妃，怎的打扮得如此素净？妾身出嫁匆忙，许多首饰都留在沈府，平日里拾弄花草，待金银珠翠也累赘。小姐，这些也太好看了。王爷，这些太贵重了。妾身从前在沈府，从未戴过这般扎眼的首饰。沈家不给你的体面，本王给得起。你从前为了让旁人认出你，委屈自己穿不喜欢的颜色，戴不喜欢的旧物。从今往后，你喜欢什么便穿什么，不必再做谁的反面。往后在王府，想要什么，便让管家去办，不必看任何人的脸色。妾身谢过王爷。往后挑你喜欢的戴，不必顾着旁人的喜恶。
商儿回来了哟，许姑爷呢？三朝回门这么大的日子，怎么只见心腹不见新郎？许郎朝中事务繁忙，夫君昨夜又受了风寒，实在不便出门，这才由我一人来请安。是吗？外头可都传遍了，许叔爷大清早抬着聘礼去迎二小姐做妾，怎么轮到正经夫人回门，倒病得起不来身了？弟妹，今日是商儿回门的日子，不会说话就少说。商儿，随母亲进屋。我的儿，许燕真就这样糊涂？母亲，他心里全是沈令仪。新婚夜他不进房，手里还攥着沈令仪退回去的长生花镯子。夫人，大小姐，礼部婚策司那边传来消息，摄政王府的婚策已经送交礼部婚策司备案，宫中也准了回复，二小姐的王妃身份已按礼制确认。他真的坐稳王妃位了。此摄政王妃沈氏令仪，白玉如意一对，蜀锦10匹，另赐南珠10颗，名贵药材2匣，以贺王府新婚，恭贺王妃娘娘。臣妾沈氏令仪叩谢圣恩。陛下已阅王府所呈婚策，准礼部照册登记，王妃娘娘名分已定。宫中赏赐自然按王妃礼制发下。王妃娘娘，宫中赏赐已按王妃礼制送到。宫中交代，这些皆入王府内库，听凭王妃娘娘处置。昭宁公主殿下让老奴给王妃带句话。女官请讲。旧年诗会上的事，公主殿下一直记得。还有当年那枚被摔碎的羊脂玉佩，究竟是谁摔的？公主殿下也记得。多谢公主殿下挂念，旧事令仪不敢忘。摄政王妃，请接赏。夫人，打听清楚了，宫里赏了王府好些珍宝，连昭宁公主身边的司棋女官都亲自去送赏赐了。当真？那丫头当真在王府站稳了脚跟？千真万确，外头都传遍了，说摄政王对这位新王妃看重得很，甚至特许她免了入宫谢恩。珊儿昨日回门受了委屈，那孩子连面都没露。如今京城里风言风语，都说咱们沈家教女无方。我得给王府递个帖子，以母亲的名义去瞧瞧她。只要我进了王府的大门，外人自然知道沈家和王府依旧亲厚，那些难听的流言也就不攻自破了。快把这帖子送到摄政王府，务必亲手交到二小姐手里。小姐，沈府送来的帖子，说是沈夫人明日要来探望您。母亲倒是消息灵通，宫里的赏赐刚抬进来，她的帖子就到了。以前在沈府，夫人何曾给过您半点好脸色？如今瞧着您成了王妃，倒想起自己是母亲了，摆明了是想借咱们王府的事去压大小姐回门的丑事儿。她想借势，也得看本妃愿不愿意给。想借王府的门面遮沈家的丑，却忘了我如今先是王妃，才是她的女儿。启禀王妃，沈府送帖子的下人还在二门外候着，不知王妃如何示下。长史，替本妃拟一封回帖，就说王府近日事务繁忙，本妃身子需要静养，暂不见客。长史大人，王妃娘娘可定了接见的吉时？王妃近日事务繁忙，身子不适，暂不见客。长史大人，这可是大夫人亲自写的帖子，母女见一面都不成吗？请回禀沈夫人，王府自有规矩。听说了吗？那沈家二姑娘使了手段抢了姐姐的王妃位子，如今嫁进了王府，却还私下里给许家那位递信呢。可不是嘛！大婚那天，
二姑娘在凉亭里就死舍不得许公呀。可怜沈大小姐温婉贤淑，平白无故受了委屈，连回门都是一个人回的。出什么事了？小姐，外头那些人把话说得太难听了。他们说您抢了大小姐的婚事，还说您嫁进王府后依然勾引许燕青。流言从哪里传出来的？奴婢让人去查了，茶楼里最先传话的是徐府的几个粗使小厮，还有大小姐身边的丫鬟翠薇，今日在胭脂铺子里跟好几个高门府邸的丫鬟嚼了舌根。沈令行这是坐不住了，想把换嫁的脏水全泼在我一个人身上。流言传得倒挺快，沈家和许家真当本王是摆设。王爷，可要老奴备下名帖，请京兆府查一查流言源头。不必急，流言若用权势去压，只会让人说王府心虚。王妃若要自证，婚书、礼单、送嫁记录都在，她要用证据堵人的嘴，本王便把证据递到她手边。你只需把婚书、婚仪、礼单，还有沈府送嫁的记录备好，随时听候王妃差遣。阿贵，办事警醒些。翠微姑娘放心，小的最熟这些门路。近日盯着摄政王府侧门，有人出入就记下。等我再传话，你只管照做。既然流言牵扯王府，便按规矩请人来和亲。妾身见过王妃娘娘。诸位夫人免礼，今日请大家来，本是赏花，也因外头传言纷乱，本妃不愿以权压人，只愿以文书说话。前几日大婚礼单、沈府送嫁记录、王府婚册皆在，诸位若有疑问，今日可一并看清。王妃娘娘，外头如今有些不好的传闻，说这婚事本该是沈大小姐的。哦，外头是如何传的？说娘娘您抢了姐姐的亲事，这才坐上了摄政王府的花轿。长史，把东西呈上来。诸位瞧瞧，这送嫁记录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沈家送来的是二女儿沈令仪，王府的婚册上也是本妃的名字。本妃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何来抢亲一说？王妃娘娘说的是，白纸黑字盖着官印，岂容旁人胡言乱语？公主殿下说了，既然今日要和亲流言，那便一并和亲。当年许公子所谓脸盲认错人之事，也该有个交代。诸位若还有疑问，今日可一次问清。秦嬷嬷，我不去。沈令仪那死丫头既然请了京中那么多命妇，分明是设了局等着我。夫人，今日满京城的贵妇可都去了王府，您若是不去，外头只会传您做了亏心事，心虚不敢当面对质。为了徐府的名声，今日您是非去不可。那就把庄服的后些，莫要让人看出破绽。许夫人请，诸位夫人已经在花厅候着了。见过王妃娘娘。许夫人，外头都说大婚那天是许公子接错了人，不知当日在凉亭，夫人可知道自己坐错了花轿？当日雨势极大，臣妇本就身子弱，受了惊吓，一路上浑浑噩噩，许多事情，臣妇实在是记不清楚了。这许夫人倒像是故意装糊涂，哪有做错花轿一路都毫无察觉的？姐姐，当日花轿里，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既然许夫人记不清了，那老奴便替夫人回忆一下旧事。
多年前，昭宁公主的羊脂玉佩被摔碎，许公子出面遮掩，却口称是沈二小姐年纪小不懂事。可这是当年修玉匠的记录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。送玉来修的人，衣饰颜色皆是沈大小姐常穿。公主殿下说了，旧事不必闹大，但真相要清。若今日何名碎玉之人，便照价补赔入库。受冤之人也该得一句明白话。天哪，这送修记录上写着时间呢，竟然让亲妹妹替自己背了这么多年黑锅，自己倒落个干净名声。女官明鉴，当年臣妇年幼害怕，许郎又一心护着臣妇，臣妇一时慌乱，才没能及时解释。沈大小姐，当年碎玉之人是你吧？沈大小姐方才不是口口声声说受了惊吓，记不清了吗？如今内廷司的记录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，难道这御赐的羊脂玉佩还能自己长脚摔了一把？归女官的话，当年的确是臣妇不慎摔碎了公主的玉佩。当年臣妇年纪尚小，心中害怕受罚，许郎怜惜臣妇体弱，这才主动替臣妇遮掩。妹妹，是姐姐当年糊涂，姐姐今日当着诸位夫人的面，郑重向你赔罪了。姐姐当年年幼害怕，便能心安理得地看着我替你受过3年吗？害怕是人之常情，可把亲妹妹推出去顶罪，便不是一句年幼能接过去。公主殿下说了，此事今日和亲，便到此为止。玉佩由审令行照价补赔入库，旧事到此为止，流言不得再传。若再有人借碎玉旧事构陷王妃，公主府自会呈报京兆府问明。姐姐，怕不是错把我推出去才是。老奴回宫向公主复命，王妃娘娘请留步。妾身等告退。王妃娘娘万福金安。诸位夫人慢走，长史替本妃好生送客。令尹，你听我解释。放肆！摄政王府仪仗当前，闲杂人等退后。令尹，今日华庭的事我全听说了，当年碎玉的事是我对不起你，你给我1刻钟，就1刻钟，让我当面把话说清楚好不好？他怎么会过得这样好？许安，拿着这些帖子和锦盒，再去一趟摄政王府。公子，今日您在王府门前已经被侍卫拦过1次了，满京城都在议论。老夫人下了死令，让您闭门思过。门房那边也说了，王府按规矩根本不收咱们徐府的一纸一字。少废话，让你去你就去，把这些旧物送过去。这是令仪从前最宝贝的东西，他只要看一眼盒里的同心结，就一定会愿意见我。快去！小哥，行行好，这真是我家公子给王妃娘娘陈递的要紧旧物，烦请通报一声。拿回去。王府早有规矩，外男私帖与私物一律不准进府门半步。小哥通通容容吧，我家公子只求王妃看一眼这些旧信，收起你的银子。再敢在王府门前纠缠塞物，休怪侍卫按律拿你送官。小姐，许安内瑟在外头，硬要塞拜帖和一只锦盒进来，门房收了。门房按王府规矩全给挡回去了。许安在外头嚷嚷说盒子里装的是您从前写给许公子的旧信和同心结。他以为我还会稀罕那些旧物吗？原封不动退回徐府。退回去。今日在王府受尽屈辱，往后我还如何在京中贵妇面前抬得起头？沈令仪，你毁了大小姐的名声，我也要让你尝尝私通旧人、身败名裂的滋味。阿贵，听仔细了，等会儿把这封信送到摄政王府侧门，想办法塞给二门的婆子。姑娘，那可是摄政王府，守备严得很呐。你只需在侧门外递信，再让附近看热闹的人听见几句风声。姑娘放心，小的知道该怎么做。小姐，侧门的暗哨侍卫来报，发现巷口有个跑腿地痞一直在鬼祟张望，可曾查出是谁指使的？回王妃，暗哨看得真切，
方才与阿贵在巷口接头的是徐府大少夫人的贴身丫鬟翠薇。小姐，这是自掘坟墓，竟敢派人来王府侧眉生事，奴婢这就带人去把那地痞抓了。不必打草惊蛇，既然他们费尽心思想引人来看王府的笑话，那便让他们把戏台搭足，吩咐侧门侍卫暗中布控，等信递到门前，按王府规矩当场扣人留证。官爷饶命，小的只是替人跑腿送封家书啊！王府重地有人私递伪信，意图构陷王妃清誉。信件当场封村，涉事人等一并送京兆府问明。去巷口请那位接头之人同去府衙说清楚。你们干什么？我是徐府大少夫人的贴身大丫鬟，你们凭什么在街上拦我？凭你指使地痞往王府侧门塞伪造的私信。张氏大人，小的不敢隐瞒，银子是翠薇姑娘给的，信也是她让小的送的，小的愿去京兆府说清楚，求大人饶小的一命。天哪，这徐府丫鬟心肠也太黑了，青天白日设局陷害摄政王妃。你胡说！那是我姑爷亲笔写的信，我不过是帮姑爷送给二小姐。涉事人等皆已当场留证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容不得你狡辩。王府不会私审，即刻送京兆府，由府衙问明。即刻将人证与伪造信损交京兆府立案。王府长史府去沈府、徐府传话，请两家长辈前往京兆府配合聘问。到了京兆府，你最好一字不漏说清楚。沈大人、沈夫人，王府长史府已将证据移交京兆府备案。贵府大小姐的贴身丫鬟翠梅，买通地痞在王府侧门投递伪造私信，污蔑摄政王妃清誉。张氏大人，都是底下丫鬟不懂事，自己私底下犯糊涂。翠薇被抓了，他怎么敢做出这种事？你还有脸问？若不是你平日里纵容身边人，一个丫鬟怎敢去编排王妃的清名？老爷息怒，大夫人当年也是为了沈家好，才没有阻拦许公子的。阻拦许燕青什么？说。许公子为了公主玉佩的，确实是大小姐才装作脸盲认错了二小姐，这事儿大夫人也是知情的。好啊，我只当是令仪顽劣，没想到你们竟合起伙来，让他替商儿背了3年的黑锅。许燕青装脸盲，你们知情不足，如今甚至纵容丫鬟去污秽王妃。张氏大人，沈家治下不严，愧对王妃。翠薇既已涉案，沈家绝不私了。既然沈大人有了决断，老奴这便回府复命，只盼沈家能念及皇家颜面，莫要再添新的反动。哼！你偏心赏儿可以，但别再拿着我们整个沈家做你的遮羞拜。燕青，你瞧瞧你干的好事儿！今日京兆府都来人了，说王府侧门扣下了伪造私信，翠薇那丫头也已在府衙供认，那信是从你醉酒写废的信纸里夹带出去的。切，我不知道那丫头会偷信，我写那些只是想跟令仪赔个罪。赔罪？她如今是摄政王妃，你3番2次写信让人送去王府，你这是想把我们许家送入大牢吗？许燕青，你到现在还要说自己只是去道歉吗？你一封封写信，一次次让人送去王府，你以为她还是当年任你摆布的二姑娘吗？今日的事是翠薇擅作主张，我只是觉得当年亏待她，想把事情说清楚罢了。你若真的愧对她，当年摔碎玉佩时，你为何不跟公主说实话？你不过是享受她这些年为你活成我的反面，又巴望着她如今的王妃身份能给你带来庇佑罢了。许燕青，你不是深情，你只是贪心。我也有错，我怕嫁王府，便装作不知道，任由令仪被推出去。可你比我更可笑，你明明亲手推开他，如今却怪他不回头。够了，都回房去。燕青，这几日你便在书房闭门思过，哪儿也不许去。许安，拿着这只镯子，再去一趟摄政王府。公子，
今日王府已经因为私信发了雷霆之怒，咱们若是再去地屋，岂不是上赶着找打？少废话！这长生花镯是我当年亲手刻给他的，他最宝贝这个。去告诉他，只要他看一眼这镯子，就一定会愿意见我。快去！小桃姑娘，可是王妃娘娘让你来拿着长生花镯的。小桃，令姨收到我的信了，对不对？啊！我的镯子！许公子，我家王妃说了，旧物已赃，王妃嫌恶。从今往后，王府与许府再无半点瓜葛。王妃让我把这话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，省得有些人心存妄想。他连这个都不要了，他以前明明最听我的话了。我家王妃说，旧东西就该回旧人手里。滚开！都给我滚开！我要去见令姨。他把镯子扔回来，一定是在生我的气。只要我今夜去王府门前跪着，他一定会出来的。今夜谁敢纵他去王府滋扰，明日便随他一起去京兆府，自领管教不严之责。母亲，我只是想见他一面，为什么你们都要拦着我？许燕青，你若执意去闹，从今往后，别再让我替你遮掩半句。你新婚不到3日，便去七妹的王府门前长跪，你是想让御史台的唾沫星子把我们许家满门都淹死吗？我不在乎什么御史台，我只知道他现在在摄政王府受罪，那个活阎王怎么可能会对他好？随他去吧，母亲，他想去丢脸，我们拦得了一时，拦不了一世。只是往后许家若是倒了，可别怪沈家不施援手。他不见我，我就跪到他肯见为止。这不就是那个刚娶了沈家大小姐的许公子吗？怎么新婚夜不守着妻子，大半夜跑到摄政王府门前跪小姨子来了？真是不嫌丢人！哼，读书人的面子都让他丢尽了。当年装脸盲接错人，如今人家成了王妃，又上赶着来纠缠，真是一出好戏。令姨，我是燕青，你出来见我一面好不好？你若是不见我，我便在这门前长跪不起，跪到明日早朝，让满朝文武都来看看摄政王府是如何不念旧情的。小姐，许延青那无赖在门口跪下了，还说若您不见，他就跪到明日早朝，让满朝文武笑话您不念旧情呢。王妃娘娘，要不要属下直接将他驱离？直接驱离，他反倒要借此攀咬王府仗势欺人。他不是来求见，是来携名声逼我。既如此，我便当着王府礼法同他说清楚，让他进来。我只说最后一次，我不是去见旧情人，我是去为这桩婚事划个践行。带他来前厅。令姨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放肆！许公子，请认清这里是摄政王府，坐在你面前的是王妃娘娘。令姨，我知道你还在气我，大婚那日是我昏了头，是我认错了人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认错了，我发誓。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现在已经能分得清你和令莎了，你别不要我。许公子深夜在王府门前寻死觅活，就是为了同本妃说这些废话。你叫我什么？你以前从来不叫我许公子的。许公子，请自重。令姨，我今日去沈府，把正妻闺阁的8抬大喜轿都抬过去了，我还带了足足2乘车的聘礼，连陛下赐给徐府的那颗御赐东珠我都带来了。我知道做妾委屈了你，可我准备的一切都是按正妻礼数办的，我给足了你体面。许燕青，在你眼里，妾就是妾，难道加了2车聘礼，换了一顶红轿，妾就能变成妻了？再华丽的喜轿，也改变不了妾室本身真就是羞辱。
你所谓给我体面，不过是让我在沈令商脚下体面的低一头。许燕青，那不是补偿，是羞辱。我只是想补救。当初我身穿红衣，一心一意期盼着嫁你时，你假装脸盲接走了姐姐，你让我沦为全京城的笑柄。那时候你怎么不想着补救？如今我已经坐稳了摄政王妃的位置，你那些迟来的聘礼与东珠，还是拿回去送给你明媒正娶的沈令商吧。晚了，许燕青。令爷，你信我，我真的是因为脸盲才认错的。我从小就有这顽症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大婚那天我太紧张了。许燕青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用这可笑的理由来骗你自己吗？3年前诗会夺魁，我作诗胜过众人，你却当着所有世家大族的面夸奖沈大小姐好才情。当年昭宁公主的玉佩碎了，明明是沈令商所摔，你却护在沈令商身前，义正辞严地说沈二小姐年纪小不懂事。你亲手编的同心结转手送到了姐姐手里，你准备的聘礼一台台送进了兰香院。大婚当日，我在闺房等了1个时辰，你却迎走了姐姐，把我一个人扔给沈家去应对。这些年我穿姐姐不爱的暗素颜色，戴她显老的旧玉簪，我把自己活成她的反面，为了能让你看清我。可你呢？你从不是分不清，你只是心甘情愿借着脸盲的名头偏袒他。真有救急的人不会拿病去遮羞，你不是病，你是装。因为在你心里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。你从没有真的脸盲过。令爷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好好补偿你。许燕青，收起你这副深情的嘴脸吧，回去好好待沈令商，他才是你千方百计装聋梦哑娶回去的夫人。今夜你冲撞王府，本妃按规矩记下，不当场与你纠缠。若是再敢来摄政王府纠缠半句，本妃便让王爷按朝廷礼法上图御史台，参你一个冲撞皇亲、不知尊卑之罪。令爷，别再纠缠我。说完了。说完了，那便不必再回头。许燕青接令。许家接令，必依礼法约束犬子。朝廷御史台深处，许燕青身为朝廷命官，新婚期间夜闯摄政王府门前喧闹，冲撞皇亲，念其初犯，暂不做官职处分，责令许燕青即日起闭门思过，谨守礼法。半年之内，严禁许燕青赴一切宫宴、官宴。若再滋扰王府，另交京兆府按律处置。来人，把少爷的外出令牌全部搜出来上交。从今日起，收回他的外出令牌，府门严加看守。谁敢纵他再去王府滋扰，便一并送去京兆府问责。这圣旨是摄政王授意的，还是令仪的意思？他可知道这事了？许公子接令吧。许公子，上宝司核对御赐部时听闻，你昨日私自将这颗御赐东珠带出府去，甚至还扬言要将此物作为纳妾的私礼，可有此事？大人明鉴，下官绝无蔑视御赐之物的意思。下官只是觉得当年愧对二小姐，想用此物做个补偿，给她撑个脸面。哼，补偿？许公子，你莫不是糊涂了？御赐之物乃是天家恩典，代表着皇室的威严，岂容你私自挪作纳妾的私礼？哼！更何况，你口口声声说要给摄政王妃体面，可你用御赐之物去粉饰纳妾之事，这在王妃眼里究竟是体面还是羞辱？这颗东珠今日登记封存，仍由许府按御赐之物保管，不得再私自挪作私礼。这体面，许公子给不起。赏儿，你这时候怎么还有心思喝药？如今
今御史台的申斥已经下来了，燕青被责令闭门思过，半年内不得赴宴。大夫人，如今许家名声扫地，族中子弟在朝中也受了牵连。你是沈家的女儿，又是王妃的亲姐姐，这时候你必须站出来。你回一趟沈家，或者亲自去一趟王府，求求你妹妹，让她在摄政王面前替燕青美言几句，保住我们许家的名声啊！母亲，儿媳不去。你说什么？你如今是许家的媳妇儿，夫妻一体，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你夫君的前途毁了？母亲，儿媳嫁入徐府，是来做正房夫人的。儿媳不是来替许燕青收拾她惦记妻妹、丢人现眼的烂摊子的。沈令商，你怎能对母亲如此无礼？无礼？许燕青，你若再去纠缠令仪，我便亲自向宗次说清装脸盲之事。我欠令仪的，我会亲自去认，但我不会替你求情。你不是一时糊涂，是贪心成性。小姐，大小姐递了帖子，如今正在侧门外候着呢。奴婢本想直接打发了她，可她今日是一个人来的，连齐嬷嬷都没带，只说求见您一面，把话说清楚。让她进来吧。见过王妃娘娘，姐姐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若是为了许燕青求情，便不必开口了。我不为她求情，她如今落得这个下场，是自作自受。我今日来，不是替许燕青求情，也不是来同你装什么姐妹情深，我是来向你道歉的。当年摔碎公主玉佩，我因为害怕受罚，默认了许燕青替我遮掩，让你替我背了3年的骂名。小桃，你先出去吧。大婚那日，我明知许燕青接错了人，却因为害怕嫁给摄政王，选择装聋作哑上了花轿。我从前想的那些偏爱，许多都是从你身上弯下来的。令仪，是我自私，也是我懦弱。令仪，我欠你一句对不起。道歉是姐姐该做的，但我没有义务接受，更没有义务原谅。你当年的害怕，换来的是我替你走险路。这笔账，不是一句对不起能抹平的。我知道，我不求你原谅，我只是想把这句对不起说出口。姐姐，这一次，我不会让。沈家100年的声誉，全败在你这个无知妇人手里。你偏心山儿，纵容丫鬟去污蔑王妃，如今连京兆府都惊动了。从今日起，府中账册与外院采买暂交账房核查，你手中部分管家权先收回来。老爷，妾身管家20年，您怎能因为一个丫鬟就夺了妾身的管家权？你去祠堂思过3日，未经传唤，不必再插手府中事务。沈夫人，沈大人的赔罪礼，王府按规矩收下了。至于见人，王妃近日身子不适，需要静养，王爷特意交代了，不见任何外客。张氏大人，我是她亲生母亲啊，母女之间哪有隔夜仇？我只是想进去跟她说2句话。沈夫人，请回吧。王府的规矩，谁也不能破。她如今是真的不由我摆布了。这香囊是他3年前在佛前求了7天7夜才得来的，我嫌这针较粗糙，随手丢在抽屉里。他当时红了眼眶，却还笑着说下次一定绣得更好。阿燕，下次别再认错我了。我不是脸盲，我只是习惯了他围着我转，我笃定他永远不会离开我，所以我一次次把他推向委屈，一次次用脸盲来敷衍他。他真的走了，连这些旧物都不要，是我亲手把他推走的。夫人，可要进去劝劝？不必了。是我弄丢了他。娘娘的王妃身份，已按大朝礼制正式登记在礼部婚册，婚籍回方今日送到王府。王妃娘娘，这是昭宁公主府送来的玉佩补赔清单。公主殿下说，旧事已清，补赔已结，往后不该再有人拿碎玉旧事与换嫁流言非议王妃。王爷，这沈家换嫁之事闹得满城风雨，外头那些风言风语，您当真一点都不介意？本王娶的是沈令仪，谁再拿换嫁2字非议王妃，
便是非议礼部婚策，非议御前准予。沈家送来的是他，礼部记下的是他，本王要的也只有他。王爷说的是老臣多嘴了。王妃娘娘福泽深厚，自然是名正言顺。本王的王妃只有她。本王知道，不必再提。王爷回来了。今日在府里做什么了？不过是看了看账册，在院里修剪了一下花枝。打开瞧瞧。从前我戴长生花镯，是怕许燕青认不出我。如今戴这只白玉镯，不为讨谁欢喜，只因我自己喜欢。谢过王爷。明日休沐，本王带你去城外马场散散心。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别怕，这马性子最是温顺。身子放松，缰绳不要拉得太紧。从前我总怕认错，怕落后，怕没人看见我。今日倒觉得风也没有那么冷。萧恒，谢谢你。从前的事，你若不想提，本王便不问。往后的日子，你只管安心做你的王妃，也只管做你自己。从前我总盼着有人认出我，如今才明白，最该先认出我的是我自己。